不久之前，我们给大家带来了搭载 Ultra 处理器的小新 Pro 16，那时就有不少观众期待着新的锐龙版。时隔2个月啊 ，AMD 也终于是把新的8000系处理器端了上来。这颗全新命名的 8845H 成色如何？锐龙版的小新 Pro 16表现又怎样呢？看完这期视频，相信你能找到答案。照例来看一下基本配置，处理器是 AMD 锐龙7 8845H， 显卡是集成的 Radeon 780M， 内存是 32GB 板载双通道 LPDDR5X 6400兆赫兹，后续会通过 OTA 解锁到7500兆赫兹。硬盘是 1TB 的 SN740， 屏幕是2560×1600 120赫兹的 IPS 屏，其余部分参数如图。小新 Pro 16的外观呢，并没有太多的变动啊，依旧是灰色喷砂的金属冲压机身，没有其他多余的装饰，简洁大方。单手打开 A 面，平轴的阻尼感呢还行，但是稳定性比较一般。C 面带小键盘，方向键介于半高和全高之间，键盘和触控板的手感则是轻薄本的正常水平。机身重量 1.89千克，厚度 17.9到 19.5毫米，算是16英寸核显本的正常水平。适配器则是100瓦的三角插，这个很好评啊，既便携又解决了轻薄本老大难的漏电问题。机身右侧是一个 SD 读卡器，3.5毫米的耳机口和2个 5G 的 USB-A 口，左侧则是一个 HDMI 2.0， 一个40G 的 USB-4， 以及一个10G 的 USB-C， 2个 C 口均支持 DP1.4 和100瓦 PD， 2A 2C 的接口数量勉强够用，但是呢，因为充电需要占用一个，所以我会更希望能够多一个 A 口或者 C 口。B 面的观感还行啊，边框宽度中规中矩，上方的摄像头支持物理开关以及人脸识别解锁。屏幕是一块16英寸 2560×1600 分辨率120赫兹刷新率的 IPS 屏，屏幕中心最大亮度376尼特，全亮度 DC 调光，在高亮度遍地走的今天平庸了一些。色域容积 97.3% 的 sRGB， 覆盖 96.6% 的 sRGB， 色温 6600K， 对比度1066:1，色准表现非常出色。Delta E 平均 0.59， 最大 2.18， 响应速度也不错，黑白响应时间 9.78 毫秒，灰阶 14.77 毫秒。综合来说，这块屏幕能够很好的满足办公以及一部分专业的画面处理需要了。拖影控制呢也不错，唯一的遗憾就是亮度平平。性能方面 ，AMD 锐龙7 8845H 规格的继续保持8核心16线程，16兆的 L3 缓存，台积电4纳米工艺，在纸面上和前代 7840H 没有任何区别，甚至基准和 boost 的频率都完全一样，参数上没有区别。性能方面自然也不会有什么惊喜了。可以看到两者的能效比曲线几乎完全重合，可以直接回归性原理 ，Hawk Point 就是 Phoenix Point。实际在小新 Pro 16上，处理器可以全程维持在65瓦，功耗非常稳定，温度呢也在80到85度之间，控制得很好。最终 R13 分数维持在16400分上下，性能也很平稳啊。虽然和2023款的7840相比几乎没有区别，但是对比同价位的 Ultra 5，在单核和多核心性能上面都有优势。而在显卡性能方面，同样没什么惊喜。TimeSpy 显卡跑分2865分 ，FSE 4133分 ，Superposition 1737分。实际的游戏当中，对比7840HS 表现也基本一致。大型网游 FF14 当中，8845H 对比7840HS 高了2帧，刚好达到60帧及格线。古墓丽影当中同样比7840HS 高了3帧，2077的差距则缩小到了不足1帧。原神干脆帧数完全一致，不说差距很大吧，只能说没有太多变化。这颗8845H 依旧能且只能满足轻度游戏娱乐。接下来是拆机环节，拧下底面的所有螺丝即可用吸盘取下后盖。内部的结构和酷睿版基本一致，不过主板的颜色换成了健康护眼的绿色。电池容量还是84瓦时，中高负载脚本续航6小时54分钟，对比去年的5小时32分钟进步非常大啊，提高了 24.6%。电池容量的升级和性能的调优都有功劳。此前测试的 Ultra 515H 版本则是7小时10分钟。今年的酷睿版和锐龙版续航基本可以视为同一水平，都是目前 Windows 阵营里很不错的表现了。硬盘位提供了一个2242，一个2280，原装一条2242规格的 SN740， 独显如图。考虑到小新 Pro 14都提供了2个2280的盘位啊 ，Pro 16的2280加2242有些稍显尴尬。网卡呢则是 MT7921， 实测性能和稳定性如图。上方是双热管双风扇的散热。25度室温平放，实测 FPU 稳定在65瓦，频率 4.2G 赫兹左右，核心温度只有 82.4度，很宽裕。此时表面温度控制的也还不错啊，最高温出现在了中心区域，键猫 40.5度，其余的位置都在35度以及以下，万托区域不到29度，整机的散热压制得很稳。不过此时噪音达到了49分贝，稍微有些吵闹。最
最后我们照例总结了优缺点各3个，供大家参考。小新最近几年，尤其是 Pro 系列表现都很稳当啊，不错的性能释放，搭配对应其价位恰如其分的质感和外设，拿下可观的市场占有率。今年的产品也不例外，增加的电池容量也带来了对应的续航提升。小新 Pro 16锐龙版依旧是主流价位里中流砥柱般的存在，但是和这颗似曾相识的处理器一样，似曾相识的模具，经过了几年之后，也确实有些不够看了。外部的接口数量和丰富度，内部的硬盘扩展等等，也都伴随着几年的问题了。尤其是今年的小新 Pro 14都喜提新模具，这就让小新 Pro 16显得更尴尬了。希望下一代小新 Pro 16能够让我们耳目一新吧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喜欢的话，不妨来个长按点赞，一键3连支持一下我们。如果你想每天都和我一起互动，可以关注一下比巴评测室的官方微信公众号，交流买本心得，帮助电脑小白。这是比巴评测室，我是猪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